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女人过了50岁，为什么老得那么快？居然是这个原因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说起女性衰老的话题，1972年出生的苏珊说出了自己的35个变化。她说，今年我恰好踏入了52岁的门槛。去年我就绝经了，尽管我时常觉得内心依旧年轻，但身体的一些微妙变化却悄然告诉我，女人从50岁开始便开始变老了。我渴望更多的情感交流，而生理上的需求则逐渐变得淡然。那些曾经的蹦蹦跳跳，如今却让我有些力不从心，甚至在大笑或打喷嚏时都可能会发生漏尿的情况，让我很是尴尬。夜晚我开始打起了呼噜，这曾是我以为只有男人才会有的事，而分房而睡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适与宁静。然而睡眠的质量却变得有些飘忽不定，容易被各种细微的声响所惊醒，之后就很难再次入睡，泪点似乎也变得低了。那些电视上的感人场景总能轻易地触动我内心的柔软，白发也逐渐爬上了我的发梢。如果不用染发剂，我几乎不敢直面镜子中的自己。手机的字体被我调到了最大，生怕错过每一条信息。在公共场合，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低头看手机，因为那巨大的字体总容易让我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。血脂、血糖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汇，如今却成了我日常关注的重点。我变得更加听医生的话，遵医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守则。膝盖的问题让我对爬山、爬楼梯这些活动望而却步，记性也变得越来越差，常常忘记自己刚刚要做的事情。但神奇的是，当我回到原点，那些遗忘的事情又会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开始变得喜欢唠叨，家里的那些琐事总让我忍不住翻来覆去地说。我知道家人可能会觉得烦，但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多么在乎这个家。我变得特别怕热，原本家里开空调自己会觉得冷，要求家人调高温度，从50岁开始不愿意离开空调房。化妆品的柜台上，去皱、遮瑕、祛斑的产品成了我的新宠，面膜也从偶尔的敷一敷变成了每天的必修课。熬夜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奢侈，哪怕只是偶尔为之，第二天也会让我感到头晕眼花，仿佛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似的。而腹部的那些赘肉似乎也在无声地告诉我，青春已经渐行渐远。我扔掉了所有的高跟鞋，旅游鞋和休闲鞋成了我日常的首选，即使需要出席正式场合，我也会选择长裤来搭配。那些曾经钟爱的裙子，如今却让我感到有些束缚。我对家人的期待也变得更加简单，只要他们健康快乐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体检成了我每年的必备项目，我会关注每一个指标的变化，生怕错过任何健康的预警。对父母的牵挂也变得越来越深，每当看到他们逐渐老去的身影，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。我希望能够陪伴他们更久一些，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爱与温暖。对金钱的看法也变得更加淡然，我不再追求那些昂贵的品牌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，哪怕价格再亲民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。我开始喜欢弓着腰背着手走路，牙齿也开始出现问题，那些曾经最爱的脆骨和坚果，如今却很少吃了。眼睛也开始变得有些老花，穿针引线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项挑战，剪指甲时更是需要格外小心，生怕一不小心就伤到自己。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，曾经的我无肉不欢，但如今却更喜欢那些清淡的青菜。晚餐更是不能多吃油腻和荤腥食物，否则就会感到肠胃不适。医院对我来说也变得不再陌生，每当感到不适时，
我都会第一时间前往就医。从内心深处，我害怕任何疾病的侵袭，月经也变得越来越不规律，有时候几个月不来，有时候1个月来2次，这让我有些困惑和不安，但我知道这是自然的规律，无法抗拒。购物对我来说也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，网上越来越买不到适合自己的衣服，不是因为网络变了，而是我的体型和审美都发生了改变。我喜欢上了那些软烂的食物，这种变化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。直到在一次家庭聚会上，晚辈们提醒我，我才察觉到，我开始相信缘分和命运。每当路过寺庙时，我都会主动进去求签，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指引和安慰。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似乎也在下降。看书时，我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，这让我有些沮丧，但我也明白这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。毕竟岁月不饶人，我喜欢听那些怀旧的歌曲，它们总能唤起我对过去的美好回忆。而那些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，我却越来越无法接受。认识的明星也越来越少，觉得他们的长相都差不多。为什么女性在过了50岁后会老得特别快？女人青春期时，子宫和卵巢就像绽放的花朵，成熟而美丽，于是我们的身体开始有了那每个月的访客月经。然而当岁月流转，大约50岁左右的时候，很多女性会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更年期，那时月经便会悄然离去。进入更年期后，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，比如潮热、心情烦躁，还有那些悄悄爬上脸颊的皱纹。这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女性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老了。但其实呢，女性的正常绝经年龄大致在45岁到55岁之间。这段时间，身体的内分泌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，带来一些更年期的症状，但这都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我们都需要坦然面对。所以，不要觉得到了50岁就一定会加速衰老，而是应该明白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机能确实会有所下降。绝经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衰老问题。女性绝经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？首先是第二性征的变化。绝经后，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发生变化，这会影响到乳腺，让乳腺逐渐变得不那么丰满，甚至有点下垂。同时，皮肤也会因为雌激素水平的降低而变薄，弹性减弱，可能更容易出现皱纹。再来，精神方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变。绝经后，女性体内的血清素和内啡肽分泌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导致情绪波动比较大，容易感到暴躁、焦虑或者抑郁，还可能会失眠多梦、注意力不集中，感觉精神有点衰弱。还有，很多女性会经历潮热出汗的情况，大约80%的绝经期女性都会这样，可能会持续好几年。那种感觉就像是全身突然发热，然后出很多汗，还会觉得全身乏力、心悸和头晕，但一般过几分钟就会好了。最后，泌尿生殖器官也会有所变化。绝经后，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分泌会减少，导致泌尿生殖器官逐渐萎缩，可能会觉得私处有点干涩，同房时不太舒服，甚至有点疼痛。泌尿系统也可能会受到影响，比如出现尿频、尿急或者尿失禁的情况。一句话总结，绝经并不是衰老的罪魁祸首，但它和体内的雌激素分泌却息息相关。在这个特殊时期，人的身体抵抗力也会相应下降，各种小病小痛叠加起来就会让人老得快。为什么大家都是50多岁的年龄？有人看着就是年轻，年轻的时候没主要看五官和身材，可是越老越看就要看脸型骨骼是不是耐老了。虽然时光流逝，青春难驻，但现实中总有些女性，岁月似乎格外优待她们，
让她们依旧保持着年轻的光彩。我们常常惊叹于这些冻龄女神们，仿佛她们拥有跳过衰老的神奇力量。王姐曾私下里跟我聊起过这样的困惑。我有一个老朋友，明明我们年纪相仿，但每次和她一起出门，别人总是误以为我是她的姐姐，这让我感到有些无奈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她能保持得如此年轻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就说那位娱乐圈的知名女星刘女士吧，如今已经年近50，但每次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，仿佛岁月从未在她身上留下痕迹。她不仅拥有精致的五官，更有着一种从内而外的气质，让人无法忽视她的魅力。同龄不同脸，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。例如，很多人都赞叹51岁的俞飞鸿不显老，她就是典型的骨相美人。她在电影《第一炉香》中扮演马思纯的姑妈梁太太，一身旗袍风情万种，一出场直接艳压更年轻的马思纯。很多人冲着俞飞鸿去看了电影，直言就梁太太的姿色，何必再假他人之手？谁能想到她已经50多岁了？其实那些冻龄女神一般10几20年都不显老，很大的原因就是骨相好，抗衰老能力强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身边那些即使过了50岁依然显得年轻态的女性朋友们？她们的体态通常都保持得很好，脸部轮廓流畅又清晰，骨相仿佛就是皮相的坚实支撑，让整个面部都显得紧致有弹性，完全没有那种下垂的感觉。其实，德国的科学家们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性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流失的要比男性快得多，特别是雌激素水平的下降，更是加速了胶原蛋白的流失，使得脸部老化特别明显，有时候甚至会出现我们常说的脸垮掉的情况。但有些人就是拥有那种能撑住皮相的骨相，即使是皮肤有些松弛或凹陷，也能比一般人更扛得住岁月的痕迹。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皱纹问题。到了50+这个年纪，想要显得比同龄人年轻，面部的皱纹一定要少，大部分皮肤趋于平整是最好的状态。俞飞鸿的脸上曲线、纹路都很少，面容干净而端正，她不刻意地去追求童颜感，只要求地心引力在脸上的伤害最小化，也就是通俗所说的防脸部下垂。这点也是大家在平时护理可以学习的地方。3. 女性到了50岁后，日常该如何保养身体？一要保持睡眠充足，改掉坏习惯。女性到了50岁后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不如从前了，这个时候保持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。很多女性在平时可能会出现夜间失眠、盗汗的情况，在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，起到安神助眠的效果。2要学会调节情绪，饮食均衡。女性在50岁后，情绪容易出现比较大的波动，这个时候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。没事的时候，经常和家人朋友倾诉。生活中饮食上，要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每天早上喝一杯豆浆或者牛奶，这样能够很好的保持营养均衡，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。3要多运动，绝经后肢体活动性、肌肉力量以及平衡力，还有心血管功能都有所下降，因此应保持适当的有氧运动。坚持做有氧运动能提高心肺功能，增加肺活量和心脏泵血能力，降低坏胆固醇水平，升高好胆固醇。好胆固醇能促进已沉积的胆固醇分解和排出，保护血管畅通无阻。另外，坚持运动也能降低交感神经活性，辅助降低血压和血脂。4要补充营养，绝经后脂肪易在腹部和臀部堆积，这样会增加心脏负担，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应调整好饮食，远离高油脂食物，多吃新鲜蔬果和粗粮。
合理补充钙质以及维生素 D， 适当的晒晒太阳能增强骨密度，预防骨质疏松症。20世纪30年代，美国的研究人员克莱夫·麦凯就热量与衰老的相关性，系统地做了小鼠喂食实验，其结果令人吃惊，啮齿动物摄入热量减少 30%， 寿命却延长了约 50%。 后对恒河猴进行了这样的实验，结果同样是吃得越少，活得越长，大家补充营养时也要注意适量。其实，相比于衰老，中年女人最大的灾难是过了50岁仍处于这3种状态。第一，年过半百，婚姻纷扰不断。当女人步入50岁的人生阶段，婚姻里那些曾经甜蜜如蜜的日子，可能会逐渐显露出一些不那么美好的面貌，像是感情的疲惫、沟通的鸿沟，或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背叛，都可能悄然降临。这些困扰不仅仅是心灵上的重压，更是对身心健康的无形摧残。想想看，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同舟，感情或许会有些疲倦，让彼此的心渐行渐远。这时候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婚姻里缺少了些什么，甚至会在外寻找那一丝丝的慰藉。但这样的选择无疑会给女人和家庭带来深深的伤痛，原本坚固的婚姻关系也可能因此出现裂痕，甚至走向破裂。第二，从未考虑养老资金，没有远见。许多中年女人在追求事业、照顾家庭的同时，往往忽视了为老年生活做准备。当她们到了中年时，突然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或退休金来维持日常生活，就会陷入困境。比如，一些中年女人一直忙于工作和家庭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养老金问题。当她们到了退休年龄时，才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支持退休生活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们可能不得不依赖子女或其他救助来度过晚年，这无疑会给她们的自尊心带来打击，并给家庭关系带来额外的压力。第三，处处算计儿女，控制欲太强。在养育子女中，有些中年母亲可能会不经意间陷入过度保护和控制的漩涡。她们就像细心的园丁，为子女规划好学习、生活和社交的每一片土壤，期盼子女能在自己的安排下茁壮成长。然而，有时这种爱却如同沉重的锁链，让子女感到束缚。王鑫深爱着自己的女儿，却试图为她安排一切，从职业到婚姻，都希望按照她的意愿来。但这样的爱，却让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。过度的控制欲往往会限制子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，甚至可能引发家庭矛盾，破坏亲子之间的信任和沟通。那么，面对这些挑战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呢？首先，对于婚姻，我们要学会沟通，通过夫妻间的深入对话，寻找共同的兴趣和目标，一起为彼此的幸福而努力。婚姻咨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彼此，重建和谐的关系。其次，养老资金的规划也不容忽视，中年女性应该尽早意识到这一点，并采取实际行动，如定期储蓄、投资和购买保险等，以确保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。最后，关于子女，我们要学会放手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支持他们的发展，建立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亲子关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子女成长道路上的伙伴和支持者，而不是束缚他们的枷锁。当女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从那刻起，从新娘到母亲，这几十年的岁月，她倾尽全力，让家庭充满欢声笑语，温暖如春。然而，在默默付出的同时，她似乎忘了停下来，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感受那份属于自己的渴望。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女人已走过50载春秋。回首往事，那些为家庭辛勤付出的日子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他不禁感慨，那些流逝的时光里，他究竟抓住了什么？他的心里眼里满满的都是对家庭的热爱和付出，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与这个家息息相关。然而他并非不懂自爱，只是他把爱自己的时间无私地分给了家人。有人说，善待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过了50岁，女人终于明白，她最好的活法不过就是善待自己，因为只有善待自己，生活才会以同样的温柔和善意来回应她。佛语有云，生苦乐的根源在心，心宽路则宽，心窄路则狭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如意，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宽容的心，学会善待自己，那么生活也会对我们温柔以待。同学的妈妈是一位舞蹈爱好者，尽管她并没有成为专业的舞者，而是选择了在出版社作为编辑，但那份对舞蹈的热爱从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弱。她曾经参与过《妈妈咪呀》这个节目，那时她和一群平均年龄60岁的业余舞蹈队一起，用他们的热情和生命力演绎了动人的《天鹅湖》。那些夕阳下的舞者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，真的就像诗句里说的，夕阳无限好，哪怕近黄昏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只要善待自己，善待自己的梦想，生活总会给予你最好的回馈。哪怕你现在的工作并不完全是你所喜欢的，也不要放弃追求自己内心的那份热情。就像那些舞者一样，即使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，也阻挡不了他们对舞蹈的热爱和追求。有人曾经说过，一年有365个日子，有的人过了365天，而有人只过了一天，却重复了365遍。这句话真的很有深意。人生是宝贵的，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，更要善待自己，敢于追求内心的愿望。无论是偶尔出去吃顿好的，还是换个环境，换个心情，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。很喜欢倪萍在《活得通透》中的感言，她说，我们要向着成熟靠近，但也不能忘记曾经的稚嫩。这种成熟是建立在初心、格局和视野之上的，同时又不失真诚、纯粹和通透。确实，无论世界如何变化，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通透的心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现在多少岁，都希望你能活得纯粹，活得清醒，不必羡慕别人所拥有的，也不必感叹岁月的流逝。生活的意义有千百种，但最好的活法就是善待自己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